你们不断的产生挫折感，不是我让你们产生挫折感哦，八卦拳让你们产生挫折感。所以你们可以走，你练拳可以走很 easy 的路子，你可以照他的路走，照他的路走，你的挫折感就很大。然后呢，就是你有挫折感了以后，回来找自己的原因嘛，然后去解决那个原因嘛，再往前走。不光是你们呐，我在练的时候也是练八卦拳，是不断有挫折感的。晓得吗？是不断有挫折感，然后你再回来，因为人家前辈设计这个东西啊，它的内涵、它的境界啊，比我们高太多了，晓得吗？比我们高太多了。那我们要拿我们这种烂的身体去练那种东西。有挫折感是当然的啊，晓得吗？没关系啊，那就一点一点来嘛。不是叫你们在这练啊，我自己离开2个月，可是我给我的功课不是去看风景啊，我这2个月要练什么？练松跟静啊。我要在这个旅途当中去练松跟静，因为还没松够啊，没有松够啊，还不够静啊，还不够掌握到真正那个静啊，晓得吗？所以练这种东西是不断，你说我松了。真松了吗？你松了多少？你从外面松了，里面有没有松？脏腑有没有松？头脑有没有松？是不是？你的观念卡在什么地方，让你没有办法松？所以一个松不是那么简单的啊。所以当我们不断的练进去的时候，我们越会发现到我们的问题，我们的问题是很大的。长久以来，我们大部分人，就讲我了，长久以来我们都没松啊。就是内脏都没松啊。古人讲提心吊胆，提心吊胆的时候，请问心跟胆有没有松？没有吧？没有松嘛？没有松啊，我们都是啊，是不是？尤其我自己嘛，我从初中开始，我这种人就是内向嘛，然后又很关心什么天下大事啊，学那种君子以天下为己任的啊，读那种书，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，读这种书的啊。我的国文老师，我的那些老师都是这种儒家这种出身的嘛，我们学的都是这样的观念啊。所以不该你发怒的，你还是发怒啊；不该你生气的，你还是生气啊。看个报纸就可以生好几天的气啊。看到有什么自己觉得不正义的，就里面就是你又做不了什么，里面就给自己很多压力啊。然后自己年轻的时候还以为这个是我是正义之士，可是你正义没伸张出来，把自己先憋死了。所以心跟肝就没松啊，心跟肝长久就没松，晓得吗？当心不松的时候，他每天在跳，你让他紧张，
它的跳动会正常吗？它要跳，你又压着它，你给它压力压着它，它是不是要用更大的力量来跳？是吧？到晚年才知道嘛，神经病嘛，神经病嘛。啊，哦，那我这个要改呀，我比你们难呐。我从初中到现在，不是现在，我是几年前才有这个体悟啊。所以我自己要用后面的时间把这个东西要改，把这个东西要改掉啊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我们越走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功课要做，都有自己的障碍要破，都有自己的障碍要破啊。所以我的心力比较弱啊，好了吗？然后一动就喘，因为它的压力太大嘛。长久以来，它的压力太大了，所以我现在要想办法释放它。听不懂？啊，所以我也不完全是玩啊，所以我要把你们放一边。老师去放松一下，要不要我们打一套拳，然后传到 LINE 上，让我们激励我们好好的。我打的拳你们网络上面都有啊，不用那个已经不是我训练的重点了，哎，晓得吗？不用了。我们走得越深，越发现自己深层的那个障碍。你们现在的障碍可能只在，哎呀，我的肩膀太用力，肩膀没松，哦，哪里没松是外在的。你越走，你越发现到是里面更深的障碍，那都是累积很久的，啊。所以，当我们想要继续再往前走的时候呢，这些东西全都要破掉，啊，这样懂吗？啊，所以我跟你们是一样的，我跟你们是一样啊，对不对？只是每个人的障碍不同啊。那你们的年纪来破这些障碍，你们时间还很多啊，所以要注意，要去很认真的破啊。哦，现在70多，差不多71岁啊，那我后面的时间没有你们多啊，是不是？所以我还是要很用心的去破啊。要能够看到自己的问题，然后承认。本来就是啊，本来就是。所以我们的问题不是别人跟你讲的，人家能看到的你的问题是很浅的。我们自己的问题，真正那个问题的根源，是我们自己才晓得的。听不懂？这些东西都不是用什么紫微斗数啊，或者现在那个什么几型人格啊，或者那些东西你能够知道的，没有办法。每一个人的问题都是非常独特的，晓得吗？可能前面的问题大家都差不多，表现出来的问题大家都差不多，可是那个根源，每一个人的根源都不会是一样的，听不懂？然后我的独特的地方跟你们不一样，我有口疾啊。我3岁就有口疾啊，那口疾对我来讲是正向的影响还是负面的？是不是？
对很多人都是负面的，可是对我来讲，我的过程当中，它对我有很多是属于正面的，是不是？它是一个推动我的力量之一啊，可是它还是有一些负面的东西啊，晓得吗？所以这是属于我的，你们没有人能够抢着走。同样的，你也有你的，你有你的，你们每一个人都有你们的，只是你们敢不敢诚实的去找，诚实的去找出来啊！所以不要把自己很多的原因都推到命运啊，或者推到什么那个什么因果啊，推到什么那些虚幻的去，不用，那些都是在逃避，都是在逃避。要真正的面对它，真正的把自己的那个问题找出来，找心理医师都没用，晓得吗？心理医师怎么可能晓得嘛？看不懂啊？啊，这就是我们练拳的，练这种身心拳啊，我从身练到心的这样的拳啊，它的一个特质，因为它一定会走到这个层面来。你如果不停留在身，你的练习如果不停留在身，你让它走到心，你让它再往下走，它一定会走到这个层面。你如果不愿意再往下走，那你就停到这个层面。你当个大师啊，当个什么东西也挺风光啊。可是不会，因为练这种东西的人，你不会，那种东西对你没有吸引力了。看不懂？所以真正修这些的人，像少林寺那个住持，他会有那种行为，就表示他没修到。因为这一个真正修到那个程度的人，那些东西对他是没有吸引力的。他会认为那些东西去掌握那些东西，对他是浪费生命。他不会去做那些事情的。会做那些事情，表示他没有修到。看不懂？那你走到了，会自然而然的跟那些比较生理性的那些诱惑啊，慢慢会走比较远，慢慢就脱离。这是自然而然的，它不是刻意的，好了吗？所以叫大家去戒，他说戒律不是的，你是练到那个地方，你自然而然就不受它吸引了。看不懂？你不能刻意去戒，刻意变成一个压力了，晓得吗？刻意就变成压力啊。好，这个是我自己的体会了，跟我自己将来要走的方向的。啊，那至于怎么做，适当的方法是什么，我也还在找。问题是自己的问题，所以解决方案是你自己要找。啊。好吗？啊，好吗？好。